欢迎你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姐妹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女人一到中年，越想让自己体面一点，反而越容易穿得老气，又贵得尴尬。其实，中年女人的老气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岁月造成的，而是用力造成的。所以，今天一彩就想跟你聊聊4种最常见、最容易让人显老的大妈式穿法，看看你是不是也曾中过招。第1种，亮加亮搭配，全身花，全身亮，看似年轻，其实失焦。先说第1个最常见的错误，全身都在喊我很年轻。是不是有很多人觉得穿得亮一点，花一点，看起来精神显气色？尤其逛商场时，看到那种红的、黄的、粉的、闪的，总觉得不买点亮色就太俗气了。结果回到家一穿，镜子里的自己比花园还热闹。有位观众留言跟我说，一彩，我穿粉外套加白裤，本来挺好，结果又加了条红围巾和紫包。女儿一看说，妈，你像流动糖果摊儿。我笑了，但其实这句话一点也没错，因为亮加亮搭配最容易让人产生视觉疲劳。人眼是需要焦点的，但当全身都在抢戏，你的焦点就没了，而没有焦点，在穿搭上就等于没有气质。从色彩心理学来看，饱和度高的颜色会放大视觉冲突，比如红加金、粉加紫、黄加蓝，这些都是强烈对撞色。年轻女孩穿可能还能靠活力撑住，但中年之后，皮肤的对比度下降，五官轮廓变柔，这种撞色就容易让脸显黄、显疲惫。所以你以为的显气色，其实在别人眼里是乱、闪、累，而且亮加亮的组合还会让整个人的气场轻飘飘，没有分量感，看起来浮。那要怎么改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上亮下稳，或上稳下亮。比如亮黄色针织衫加灰色阔腿裤，天蓝衬衫加米色裙，粉杏上衣加奶茶色裤子，这就是视觉重心法。上半身提亮精神，下半身压稳气场，既显年轻又不浮夸。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办法，叫同色系深浅配。举个例子，浅灰加深灰，浅驼加焦糖，浅蓝加深蓝，这种配色有延续感，不会冲突，还能自然地拉高气质。很多日本奶奶高级街拍里都在用这个公式。其实很多中年女人喜欢亮色，不是因为她们真的喜欢，而是害怕看起来老，于是她们用颜色去对抗时间，但穿得太亮反而暴露了焦虑。而那些真正有气质的女人，她们从不靠颜色取胜，她们靠的是干净。她们穿驼色、灰色、奶白，不是怕老，而是懂得柔和就是力量。所以下次当你看到商场那件很亮的上衣时，先别急着买，问问自己一句，是我喜欢它，还是我怕不够亮？如果答案是后者，那就说明你不是在穿衣服，而是在掩饰自己。记住，亮色不是不能穿，而是要有平衡，一处明亮，全身就够，让人一眼看过去有重点，有留白，有呼吸，那才是真正的显贵感。穿得亮是为了让人看见你，穿得稳是为了让人记住你。第2种，假名媛风，珍珠加蕾丝加花边，堆太多反而显廉价。接下来要说的第2种烂大街穿法，我几乎每次出门都能看到假名媛风，白色蕾丝衬衫，珍珠项链，大耳环，闪亮高跟鞋，一看就觉得好隆重，但仔细一看就有点婚宴宾客风。很多女人都觉得加点蕾丝带点珍珠
就能显贵，但问题是，要是全加上去，就不是显贵，而是显挤。我常说一句话，挤，贵气不是堆出来的，是流出来的。从穿搭学角度看，当你的衣服上有太多竞争元素，视觉焦点会混乱，别人根本不知道该看你的脸还是你的衣服。尤其像蕾丝、花边、珍珠这些元素，本来都属于精致细节，放在一起反而会互相抢戏，导致整身造型没有呼吸。从面料密度来看，蕾丝、雪纺、丝绒这些都属于反光材质，当光线打上去会强化细纹，加深阴影。所以你以为自己穿出了贵，其实在镜头里只会显旧和浮。别不信，我真遇过。一位阿姨穿了金边蕾丝上衣，戴大珍珠项链，背金闪闪的包，她笑着问我，一彩，我这样是不是像上流社会？我只好无奈地说，你这样像流光溢彩。那我们该怎么穿才能显得贵而不浮？秘诀只有4个字，哑光减线。哑光就是低反光材质，棉麻、羊毛、针织、丝绸，这些布料不抢光，但能柔化肤色，让你看起来温和又有质感。减线就是线条干净。你看那些穿得高级的日本奶奶、法式女人，她们从不拼图案，不拼花边，一件纯色衬衫，一条 A 字裙，线条顺了，人就显贵了。饰品上也是同理，珍珠不是不能戴，但要小而近脸，比如一副小珍珠耳钉，一条细项链，比一整圈大珍珠项链更显贵，因为重点不在多而在轻。有时候我们太想证明自己还行，就会把所有显贵元素一口气加上去，但那种太用力的贵，往往掩盖了你真正的气质。你看，那些真正有气场的女人，往往只是穿一件素色衬衫，拎一个皮质包，就让人觉得她很贵，因为她贵在自信与分寸。穿衣其实就像做人，真正的贵不是拼出来的，是你舍得减，能舍得不花哨，能舍得不炫耀，能舍得只选一件真正合身的衣服，这才是贵的底气。所以啊，别再迷信那些所谓的名媛风，因为贵气不是一身蕾丝，而是一身留白。真正的贵不是看起来像谁，而是你看起来像你自己。第3种，假显瘦穿法。紧身加短款其实让你更显胖显矮。很多女人一到中年，最常挂在嘴边的2句话就是我胖了要显瘦，我矮要显高。于是啊，衣柜里全是紧身裤、短外套、高腰裙，每一件都在勒，每一件都在挺，结果显瘦没显出来，倒是勒出肉，挤出皱，卡出腰。别人还没看出你的身材，先看到你在憋气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紧不等于瘦，短也不等于高。其实中年女性身体的曲线变化是松而不是胖，肌肉不再紧实，线条变得圆润。这时候你若穿紧身剪裁，反而会凸显身体的不平顺。我有个朋友40多岁，特别爱穿紧身牛仔裤和小短外套，他说这样才显年轻。结果他女儿一看，小声说了一句，妈，你这身有点紧张。这句话真的说出了关键，她穿的不只是紧，更像怕别人看出她变老。其实越是想藏身材，越不能勒。显瘦的关键不是紧，是垂。所谓垂，就是让布料顺着身体自然滑落，遮住不必要的凸起，同时保留空气层。比如说，把紧身牛仔裤换成微阔9分裤，把短外套换成直线中长外套，把紧贴针织换成落肩微松针织。
这样的线条更流畅，腰线在，比例也在，但整体会柔、会稳、会高级。很多女人舍不得放弃紧身裤，其实不是因为喜欢，而是舍不得年轻时的那条线条。但你要相信，放松的线条才是成熟女人的力量。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年轻时我们怕胖，中年后我们怕显老，于是就越穿越紧，希望能勒回青春。但真正显老的不是岁月，而是紧张感，那种全身都在用力的穿法，哪怕你衣服再贵，气质也会显得焦虑。而当你愿意松一点，你的身姿反而更挺更美。那要怎么穿才真正松弛显瘦？我教你3个黄金比例。一是上短下长，显高显利落，上衣长度约在腰骨以上，下装拉高比例，比如短针织衫配高腰阔腿裤就是黄金组合。二是上窄下宽，遮肉显线条，上装贴身但不紧，下装流畅有垂感，像窄袖针织衫配落地裤，看起来特别轻盈。三是一体色系，纵向延伸感，从上到下保持同色调，比如驼、灰、蓝，视觉上拉伸比例，显瘦又高级。很多人问我，一彩，为什么日本奶奶、法国老太太穿宽松也那么好看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她们不怕松，因为她们不怕老。当你不再对抗时间，反而会被时间温柔地对待。所以啊，别再被紧身显瘦骗了。真正懂穿的女人都在学会放松，身体放松，线条放松，心也放松。紧是焦虑的样子，松才是优雅的轮廓。第4种，高调混搭，全身名牌乱加饰品，以为显富，其实没层次。有一种穿法，在我心里有个特别的名字，高调的焦虑，就是那种名牌 logo 一个接一个，大金链叠银项链，腰上是 Gucci， 脚下是 LV， 包包上还有个超醒目的双 C。 很多女人觉得要穿出气势就得全身是大牌，但其实真正的贵气从来不是靠标签撑出来的。我有一次在咖啡厅看到一位太太穿着 LV 套装，拎着香奈儿包，戴着大墨镜，一进门全场的人都注意她，但几分钟后没人再看第二眼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多她的全身信息太密集太用力，反而让人忽略了她这个人。我常说一句话，当你需要衣服替你证明身份，说明你的气质还不够撑衣服。中年之后最忌讳的就是穿得比人更响。有个日本奶奶70多岁，每天只穿同一件驼色大衣配一双简约皮鞋。她说，我不想让人记得我的衣服，我希望他们记得我的微笑。是啊，贵气不是你穿什么，是你留了多少安静。从穿搭逻辑上看，高调混搭之所以显廉价，就在于它破坏了视觉层次。当上衣、裤子、鞋子、包包都在喊存在感，视觉信息太杂，观众眼睛就乱。而高级穿法讲究的是主次分明，要么衣服是主角，饰品做配，要么颜色是主角，材质做辅。饰品也是一样，很多人觉得多一点才显贵，其实越多越乱。项链3条，戒指5个，耳环又闪又长，那不是贵，是吵。真正的配饰逻辑只有3个字，点、线、面。点是焦点，比如一对小金耳环；线是延伸，比如丝巾或项链；面是平衡，比如一个皮质包或帽子。当你只保留一个主角，全身立刻就安静、干净、有格调。为什么我们会忍不住堆呢？因为怕别人看不出来我贵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的贵是不解释的。懂的人
一眼就看出来，不懂的人再多 logo 也没用。比如同样一件羊毛衫，有的人配金链包看起来用力，有的人配棕色皮包看起来温润，区别就在于一个想展示，一个想表达。你想被人看见，就会越穿越乱；你想被人理解，就会越穿越简。有气质的女人穿衣不为吸睛，而是取悦自己。她懂得低调不是无声，而是内敛。穿得贵不是亮闪闪，而是稳静松。当你不需要证明，你就已经赢了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聊了4种烂大街穿法：太亮、太花、太紧、太满。这些穿法其实都不是坏，只是太用力。想要显瘦，结果显得拘谨；想要显贵，结果显得浮夸；想要显年轻，反而显得不自然。我懂这种用力，因为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心里都有点怕被看作老了，怕被世界忘记。但你知道吗？越想让别人看见你，你反而离贵气越来越远。真正的贵气从来不是被看见，而是被感受到。那是一种安静的力量，不靠名牌，不靠装饰。你走进一个空间，空气就会慢下来，别人看你一眼就觉得舒服。我常说，中年女人的贵气不在衣服上，而在松弛、留白、分寸这3个字。松弛是身体的语言，懂得让自己呼吸，才有自然的姿态。留白是视觉的语言，懂得不把自己穿满，气质才有呼吸感。分寸是灵魂的语言，懂得哪里该收，哪里该放，那才是一个女人最稳的力量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东京街头遇到一位70岁的老太太，她穿一件米灰针织衫，一条藏青阔腿裤，脖子上只戴一条细细的丝巾。我忍不住夸她：“您穿得真好看。”她笑笑说：“谢谢，我不追流行，只追舒服。”那一刻我特别感动，因为她的那种高级不是从衣柜里挑出来的，是从生活里养出来的。所以啊，女人过了50岁要穿出贵气，其实只要记住5个字：干净、合身、柔软、留白、平静。干净是颜色，合身是比例，柔软是态度，留白是智慧，平静是气场。有观众常留言问我：一彩，我没钱买大牌，也能穿出贵气吗？我都会回他一句：当然能。贵气从来不是价格问题，而是心态问题。当你学会为自己选衣服，不是为了取悦谁、比较谁、证明谁，那一刻开始，你就赢了。你的衣服不再是伪装，而是表达；你的样子不再是撑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记住，真正的贵气不是让别人羡慕你的外表，而是让人尊重你的从容。是那种哪怕一身平价衣也能穿出气场，哪怕素颜上街也让人觉得她活得真干净。女人这一生，年轻时美在惊艳，成熟后美在稳，到老年美在静。当你不再与世界较劲，不再用颜色证明热情，不再用紧身表达自信，不再用名牌支撑身份，那一刻你就真的贵了。因为你终于懂得，气质不是穿出来的，而是你走出来的。别再追流行，你已经是自己的风格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